哥，甜品店，到这儿干嘛？对，西诺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是个甜品啊。不是，你一大早把我跟树峰哥叫，就为了请我们吃甜品啊？错啊，不是请，是付钱吃甜品。还有，顺便去招揽客人，打杂。不是哥，你天天日理万机，忙叨叨的啊！你做义工就做义工吧，你别拉着我跟树峰哥我。什么加上你们俩？是只有你是主角，啊，在那，发挥你的阳光魅力，把客人招进来。招进来。不是，那我去招揽生意，那树峰哥干嘛？树峰结婚了，干这事不合适。我们俩在这吃东西，你干活，请坐。哎，好。不是哥，那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要走了，那太可惜喽。哥，本来准备看你表现好，多满足你个愿望的，这下省了。此话当真？传单在后备箱里。OK。树峰哥，别齁着你啊。这甜品店什么来头啊？能请得动你亲自上阵？没什么来头，就我一直找的那个人开的。你找到他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你不告诉我？其实我也找了他好几年了，算是机缘巧合吧。知道他也来了上海，还在这开了甜品店。那他人呢？住院了。那你还在这儿干嘛？你还不去看看他？我去过了。还是一个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那现在谁在照顾他？刘林。他在这里做兼职。请允许我感慨一下，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。你跟他，缘分呐！跟他是一见面就掐，什么缘分？孽缘吧。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，不过认真的问题，你跟他不会就这样掐出感情来了吧？就他呀？可能吗？哎，可能不可能？爱还是不爱？千万不要问我，要问你自己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陷在两个女人中间。你看我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哟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就成了感情专一的宣传大使了。看来还是要深受其害才能觉醒啊！我现在的状况已经是水深火热了。什么情况？说说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左右为难呢？有你说那么简单吗？不然呢？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不会想脚踏两条船吧？这么简单啊？如果能踩得稳的话，我倒想试一下。左边踩一个快艇，右边踩一个游轮，我一脚踩上去，还没站稳，哐当就掉水里了。你不错啊，你又能左拥右抱，还能诗情画意的。得了，你别再跟我提那事儿了。我每天用我坚强的意志力告诉我自己，我看不到他，我看不到他，他不在，他不在，没事，没事。有用吗？嘿，你不提的话，还蛮管用的。提什么呢？我好像听见有人说，这脚踩两只船，谁呀？树峰哥，你呀？谁让你自己进来的？客人呢？不是，坐着说话，不腰疼。
你们俩挺美的啊，在这吃着甜品，聊着艳遇，把我一人扔外边，于心何忍呢？你说啊，看样子你是没有什么愿望要实现了，太好了。刚才的话当我没说，吃。吃。别，我认这是夫人。这。西诺，你真原谅你爸爸了？我都没有爸爸，我原谅谁呀？可是你现在又……哥，我的愿望基金有没有上限？跟你招揽的客人数量成正比。哈哈，那你就看好吧。当！里边请。还是啊，环境挺好的，上面前头有点。愣着干嘛？赶紧招待客人了。是。哎，你坐。啊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那新闻，一看就知道是假新闻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我都没当回事儿，我现在不挺好的吗？就是，要是真给你换个栏目就不好了，这样我们就缺少了合作的机会嘛。所以才找你来商量，怎么样才能不减少合作的机会，不减少见面的次数？好好表现有加分。办法是人想的吗？我一定会争取帮苏月的忙。哎，态度不错。是你呀，小伙子，你最近怎么来了？好点了吧？哎呦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大病。刘玲应该告诉过你，这是这2天甜品店的收入，还有钥匙。你看我一住医院了，倒是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了。以后有病就早点治疗，就不至于会这样了。哎呀，到底是老了，身体也娇贵起来了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那好，谢谢你还亲自跑一趟。你来啦？干嘛不接我电话？你打电话给我了吗？我怎么没看见呀？我最近不是一直忙着搬家吗？啊，搬家就不能接电话了？这理由真的很奇怪。奇怪吗？哦，在奇怪人的眼中看什么都很奇怪。你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真是在躲我啊？哎，我干嘛要躲你？有必要躲你吗？李叔等我着急了，我要进去了。站住！话都还没说完呢。我都帮李叔看了2天的店了，你是不是该对我有所表示啊？有所表示？我该怎么表示啊？你不该对我有所表示吗？哎，你这人真逗啊！我让你给李叔看店，那是为了你好，是想让你跟李叔多接触接触。你应该感谢我，莫名其妙。劝你以后别再自以为是了。你真以为你是李叔的救世主啊？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
看来不见你是对的。这么说，你承认你是在躲我了？你既然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觉得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应该保持一点距离，这样比较好。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呢，没必要。那是谁短信我让我去天台的？你真逗，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让你去天台，那是因为让你去照看甜品店。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接近我的借口呀？所以说我脑子进水了嘛，跟你啰里吧嗦说一大堆。再见。坐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快把人家健身房给拆了，还说没事。来吧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兄弟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刘琳吧？谁因为他呀？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啊，他真以为我爱上他了？打电话也不接，去个医院还偷偷摸摸的，谁想遇到他？你呀，每一句都是他，还说不是因为他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也很久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了。不说我了，你呢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都知道的。唉，我只希望我的麻烦可以快点过去。啊，对了，有东西送你。什么呀？去韩国的双人套票。双人套票？你找谁去啊？管你找谁去啊，反正你身边女人那么多。啊，说实话，你最近有点反常。我？哪反常了？就是没女人在你身边啊。我不是没有，我是都改后半夜了。真的假的？你都不告诉我，什么人啊？不够兄弟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不过自从你闪完了婚，夜生活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影子了。每天按时准点回家，在家庭怀抱里自甘满足，过得特别幸福吧？你觉得呢？或者可以说，还没结婚还可以选择，看清楚自己的心。像我这样，没机会了。活该。哼。哎，这个真给我啊？啊不，你付我钱，我完全不介意。拿回去，拿回去。哎，电话。你自己带着吧，我接电话。老公，你吃。你不用给我了，你给我水果，我也不会赞成的。为什么呀？不就是租个房子吗？哎呀，老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就租个房子就给30%的股份，凭什么？脑子有问题啊？200多万投资投进去了，还差一点点房租吗？你说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人家老板对我嫂子有兴趣，管着吗？我没有问你，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就是觉得一馅饼砸头上了，他不会坑我们的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老公，你怕什么呀？一点风险都没有。你以为西餐厅这么好做啊？你现在要做的是餐饮行业，你做过吗？你有经验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上海门面房房租多少钱1平米，知道吗？开个西餐厅最起码200平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段，第一期的租金押金，我估计没有50万下不来。50万呢，
不是风险吗？哎呦，不会我可以学嘛，什么事情都是有第一次的，我不去试，我哪知道我行不行啊？而且人家也说了，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。要实在不行就散伙呗，散伙按投资比例来说，我也能分到30%，那没有50万也有40万，不会亏钱的。你还30%？你这租个房子，破产了，凭什么人家给你30%啊？30%是白纸黑字写在合约里的，人家说了，不管我以什么方式出，最后他都得付钱。人家合伙还有拿干股的，那叫治理股，1分钱不出，最后还会分钱。哎，丁娟啊，这种事情呢，我觉得你比较聪明，帮我讲两句，讲讲问。哎，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啊，别找我。老公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点点的上进心，这么好个机会，既浪漫又高雅，既有情调还能赚钱，还可以每天给你送牛排回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嗯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考虑一下。真好。大气儿，写的怎么样啦？正在罗列罪状中。这么慢啊？你写个检讨书至于这么费劲吗？小时候的书看的是白读了。我正在努力的想，我仔细的想，我最后一次写检讨书时候的状态。描述一下，帮你找找感觉。貌似是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。哎呀，头疼死我了！这检讨书怎么写呀？烦死了也要好好写呀，不但要深刻的触及到灵魂，更要体现我的文采。大气儿，千万不要让我在领导面前丢脸啊！苏大碗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赶紧回家，我写完之后发给你；第二个选择，把嘴闭上。大气儿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哇塞，领导。喂，领导，这么晚了打电话？周一上午来台里一趟吧。周一上午啊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刚刚频道的李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是代表台里的几个主要领导，想跟你当面聊聊。啊，什么指示啊？基本上这个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统一了，你就准备接新栏目吧，啊？我不是凭什么呀？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，凭什么认为是我的错啊？好，就算这事儿是我的错，那总要有个申诉的机会吧？可你们现在呢，完全没有顾及我个人的感受，就给我换了阵地。你这样的结果，我不会服的。不，凭什么呀？苏月，我是你的上司，也是你大哥，劝你一句啊，有些事情我都身不由己，何况你呢？好吧，有话周一来台里再说吧，啊？怎么啦，苏大碗？怎么说呀，你们领导？你省了，投降书不用写了。真的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万箭穿心呀！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你练什么功啊？大早上起来？思考。你在思考什么呢？是割地求和，还是战斗到底？
委曲求全还是犯上作乱？结果呢？宁战死沙场，誓不举白旗。你战斗数值得达到7000，我对你是无比的佩服。哎，《孙子兵法》36计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找不到一个绝地反击的奇谋妙计。哎呦，月儿，听我一句劝好不好？啊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凡事这么较真儿。你想想，就算你现在退一步，你也比我们这种普通人要高端很多了。知足者常乐。不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是冲锋陷阵，倒在敌人的炮火下，我死而无憾。可这算什么呀？啊，被自己人就给枪决了。我苏月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那你有何良策？找高人。进来。陆总，陆总，关于花园2期的宣传方案，我有些新想法，想向您汇报一下。坐下说。我仔细的考虑了之后，我发现，花园2期的销售一直提不上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宣传重点和其他的几个同期楼盘并无差异化，大家异口同声都在讲性价比，完全没有突出我们的独特性。这个我知道，解决方案呢？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，我们花园2期无论是在建筑的外观和室内的设计，和其他的几个同期楼盘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更显年轻化，更有时尚感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宣传要把这个优势充分地放大，以此作为宣传的主基调？具体的手段呢？我目前想到一个方案，我们可以聘请一个形象代言人，具有青春时尚的特质，在年轻人的群体中有较大的影响力。具体的人选呢，我个人觉得《家人有约》的主持人苏月小姐对我们还是比较契合的。苏月是挺有时尚范儿的，不过你得考虑主流购房的群体啊。真正掏钱出来买房的可不是那些青春人群，主要还是而立之年和刚刚成家的人为主流的。找的形象代言人的形象，如果过于偏离主流群体，可是会适得其反的。陆总您放心，这个我也考虑过了。我们对苏月完全不必有这个担心，因为她是婚恋节目的主持人，正好适合这个婚房群体。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我会考虑一下。陆总，这是按照我刚才的思路做的一份详细的宣传企划书，您看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吴昕那的方案有思路了吗？哦，现在这个案子我已经交给刘玲，她正在做。刘玲？她一个新来的员工，你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她，能行吗？陆总您放心，我觉得他对宣传企划这方面还是蛮有感觉的。我主要是想要借助他这个半外行的状态，看能不能挖出一些超出常规、剑走偏锋的点子。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会安排其他的同事连同我一起介入进去。那行，先去忙吧。是。老主任，老水，我从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台里，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您看的是最清楚了。是。我知道您一向都很器重我，但这一次我是真的没辙了，您一定要帮帮我。哎呀，这一次啊，这个事出的呢，影响确实太大了，不给你点教训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呀。老主任，这个道理我都懂，可也用不着这么大动作吧？写检查、受处分，
这个我都可以认。可就这样把我从家人有约上撤下来，我心里不服气。老主任，您一定要帮帮我。我不是非赖着家人不走，就算是要走，也不能这个时候啊。我不想在哪里摔倒，就在哪里趴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辈子会抬不起头的。苏月，你是我一手提起来的，我当然希望你越来越进步。可是，毕竟我已经不在其位了，再给台里多添麻烦，好说不好听。哎呀，老主任，您就再帮帮我吧，就一次就一次。好，这样，等上了班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看他们还给不给我这个老领导面子。我尽人事，你听天命。实在不可挽回，那你也不要太执着，好吗？我就知道老主任一定会帮我的。好好好，那就这样。那你好好休息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好好。哎，老主任，您就不用送我了。好好好，那你慢走啊。我还会再来看您的。好好好，再见啊。拜拜。老公，干嘛呀？有事好好说，这样说话让人麻麻酥酥的。老公，几天下来不给你犯贱，你是不是不习惯了呀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以我的经验判断，你已经到色诱的阶段了，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好事。好了，别酝酿了，有事就说吧。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小事儿。比如说给你钱开餐厅了，那不是小事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老婆现在遇到困难，需要老公大人的帮助。哎呀，老婆，我不是不帮你，不过50万呐，那不是小数目。你没听过吗？越有钱的人越缺钱。我这边公司的资金原本就很紧张，我又接了一个新的案子，我还要去银行贷款呢，又抽出50万，不是更紧张吗？我拿这些钱又不是吃喝玩乐，是干正经事儿。老公，等我赚了钱，我养你，给你分担压力。哎，可是你这个事情呢，是不会赚钱的，100%赔下去。我做生意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，这是真理。不是告诉你了，你租个房子，凭什么人家给你30%的股份？有2个解释：一，他脑子有问题；二，他另有心计，挖了个坑等着埋你呢。老公，你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啊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他挖什么坑啊？我没有阴暗呐。那你告诉我，他不认识你，为什么把便宜往你身上推？因为我人好呗，值得信任呗。你说这个话，你自己相信吗？你别小看人，虽然我不像你那么有经营头脑，但我那么聪明，小小一个西餐厅我还搞不定啊。再说了，合伙人是朋友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就是你这句话，证明你不会做生意。告诉你，越好的朋友，越不会合伙做生意、做买卖。没事的时候大家好好的，分钱的时候不一样，你争我夺啊。说是说给你30%的股份，不过万一，哎，我是说万一啊，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的话，他还会把股份还给你吗？到时候他不给，你也拿他没办法，怎么办？告上法庭啊？还是跟他拼命啊？他只能自己倒霉。老公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的方向想，往好的方向想一想。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做生意嘛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人家嫁给你之前，也是公司的精英分子，现在倒好，空有一腔热血无处挥洒，寂寞空虚了。老公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吧，再这样下去我会得忧郁症的。哎呀，
乖。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管内，我管外，你享受你的，我忙碌我的，谁也不眼红谁，除非天崩地裂，不可抗拒力，忘了吗？你现在是下决心不帮我了？最后的态度？靠谱的事情我一定帮，可这事情不靠谱。陈树峰，哎呀，老婆，你别发小孩子脾气了，好不好？你都没把我当老婆，你自己过吧你。喂，老婆，我就讲道理、讲原则而已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哼。情歌的下河西上，双腿跪在那石头上，小情歌的，小手手红来，小手手白，把你我小脸扭过来，小情歌的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妈！哎呦，妈浑身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哪儿疼啊？妈！哎呀，是浑身酸疼啊！哎呀，四肢无力呀！走吧走吧，去医院走，跟我去医院。不行不行，啊，妈现在走不动了。不用走，我打120。哎，别，你看妈都这样了，别折腾妈了。哎呦，那这不能干挺着，耽误了怎么办呀？哎呦妈呀！哎呀，丽亚啊，你心疼妈吗？那还用说吗呢？那你能答应妈一件事吗？是，你看妈都这样了，不久就得找你爸去了。哎呦，呸！您充其量就是一感冒发烧。你不要老胡思乱想，行不行？我爸刚在天上清静2年，还不想让你上去烦他。哎呀，说正经的啊，你看妈要有个3长2短的，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。你看妈现在这熊样啊，那你能满足妈一要求吗？行不？我的亲妈，只要您不胡思乱想，别说1个要求，10个、100个我都答应您。什么要求？你说的哈，你亲姑娘我说的，你答应了哈，亲姑娘答应了，不后悔啊？不后悔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，妈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个上回，你不是带回了一个帅小伙吗？啊，你能让他再来一次吗？妈想见见他，跟他说句话。妈，你说是那个露西诺呀？啊，对呀。哎呦，疼！您见他干什么呀？妈就想请他吃个饭，啊，嘱咐他，给你把关。哎呦，不行，你不答应是不是？啊，你这不就立马让妈去找你爸是不是？你太不孝了！哎呦，疼啊！哎呦，行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哎呦，真是我亲妈！哎，答应了。答应了。哎呀，这才孝顺呢啊！百孝顺为先，是不？啊，那行。哎呀，他们这小伙儿还挺帅的。妈啊，您不难受了？哎，你看这美女长得好看，你看像螃蟹似的。老主任，打心底说啊，我也不希望把苏月调离家人有约。我是个制片人，我当然希望有一个好的主持人撑着台面了。可我说了不算呐，上面商量好的事情，你说我要硬顶着不放人，我哪敢干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啊？啊，这个呀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跟他们打声招呼的。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还是要给机会的嘛。何况苏月的能力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既然她现在不想离开，我们做领导的也要讲点人情味嘛。在考虑大局的同时，也要顾及个人的感受，是吧？老主任啊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。只要上面不强压着放人，我一定不让苏月走。那就好，记住。你和苏月
在我的眼里都是自己人，在这种时候，自己人要帮助自己人。这我知道，我一定会为他争取的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老主任再见。好了，老主任传话过来了，你找了个好靠山。领导，我这可不是故意针对您啊，冤假错案总要有个说理的地方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跟我置气？这都没用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本来就不愿意你走，可这由不得我呀，我又不是没有为你争取过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您一向都很照顾我。不过这个事儿啊，我实话实说，虽然老主任是传话过来了，但能不能过了这一关还真不好说。你知道我们频道的人事关系有多复杂，上面那几位不一定都能给老领导面子，只要有一个是反对意见，你就甭想回到家人舞台上，没那么简单。那您说该怎么办？真不想放过你的，你怎么着都没用。其实这个事儿，我想啊，你就缺一个合理的理由。这想干点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啊？您说，我要找个什么理由去？哎，这个你别问我啊，问我也不知道。老主任和我能为你做的可都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只要你能拿出过硬的理由来，我就能为你死扛到底。了解，谢谢领导。韩国一下，我妈一定喜欢。贵，贵啊，太贵了，一家比一家贵。苏大娃，亲爱的大庆儿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正在网上给我妈查韩国油，怎么都这么贵啊？喂，你好。你们部门那个刘琳跟苏月挺熟的，对吧？好，她们是好姐妹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她去找苏月谈谈，看她那个代言费是多少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便宜一点。当然，咱们公司也不差那点钱，不过能省则省，是吧？没问题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啊，陆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你觉得我需要亲自去吗？好，陆总不用了，这种小事儿怎么能让您亲自出马呢？我去就行了。没事的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陆总，这种小事儿绝对不能让您亲自去。您不用客气，我去就行了啊。这个女人，请她去旅游，她应该会挺开心的吧？喂，刘琳，进来一下。啊，好。进来。经理，你找我啊？来，坐。谢谢。有这么个事啊，你看你能不能办到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跟陆总提议，想请苏月做我们花园2期的形象代言人。真的？让苏月做我们代言人，那太好了。我能帮什么忙？你看你能不能私底下跟他聊一聊，那个代言费上便宜一点，也算替公司省点钱吧。应该没问题。苏月本身自己又不缺钱，而且我们都是好朋友啊，他一定会给这个面子的。那就好，你再跟他好好聊一聊，争取出一个最低价。另外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跟陆总提这么一个建议，
是想间接的帮苏月一把，算是尽我一点绵薄之力，让她度过眼前的难关吧。这个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跟她说。虽然不一定有用，但是我相信她会记你这个人情的。哦，不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并不希望你告诉苏月这个事情是我一手促成的。我只想默默地为苏月做一些我能力所及的事情。我不想让她有太大的压力，好像让她觉得欠我什么似的。哎呀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你喜欢他，这有什么错呀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掖着藏着呀？你放心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上，应该可以在他心里面给你加分。这我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自己很普通，配不上苏月，所以我不想惹她不开心。只要她好就好，我默默地受一点暗恋的苦也是值得的。你能别这么说吗？这么酸我都听不下去了。你不好意思是吧？行，我帮你说，可以了吧？